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为2颗兰花进行换盆，所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换盆的步骤，还有注意事项，以及我的一些操作小要点、小秘诀。这2颗兰花呢都是近缘生种的兰花，等一下呢会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照片。那主要换盆的原因是因为这2颗兰花呢都已经开完花，而且呢它的花梗呢也都已经往后就是枯黄。那因为买回来的时候就是种在这个既有介质里面，那我只是用了16盎司杯子把它们加以隔离而已哦。那换盆的时候呢，我习惯先用水浸泡一段时间，那主要就是让这个介质还有根系软化，那这样子呢根系就比较容易能够就是能够移除掉那些不要的水草，因为有时候会黏住。那这边呢，这个就是我这次要使用的介质哦。左边的呢是 Monticello 比较小颗，那右边呢是发泡炼石，就是 Hydrocorn。那有的人喜欢用完全是圆形的 Leca beads 也可以，那我是喜欢这种比较不完整的这种颗粒状。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颗呢，换好盆之后呢，基本上就是让它先沥干，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换盆。那这个软盆我是不会要，那这个就是这一颗我们第一颗要来换盆，它之前开过的花的样子。那这软盆不要呢，基本上就是用剪刀消毒过的剪刀修剪掉就可以了，剪开，然后就可以开始来为我们进行换盆的动作啦。那这个你可以看得到，我其实手上沾满了很多这些水草的小屑屑。当水草出现这种小屑屑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已经坏死了，已经需要更换了。否则的话呢，如果你用手指头去搓它，它不会有太多这种小屑屑出来哦。它基本上水草还是会完整的，会粗粗的。一旦有这种小屑屑，就要特别注意啦，表示水草已经需要更换。这颗兰花的根系呢算是不错，因为其实没有必要剪掉任何的东西，可能有一点点小的东西我剪掉，基本上完全是 OK 的。那我就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咯。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能够冲洗掉多余那些小屑屑，是我没有办法用手剥掉的，那就是用冲水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那这样子根系跟根系之间呢就会非常的干净，就没有那种残留小屑屑水草的残留。那也借这个机会呢，把根系就是气根的部分冲水之后它会变软，也比较好操作。那再来呢，也用这个机会呢冲洗一下叶子的两面，正面跟背面都可以冲洗得到。那如果还是有一些小屑屑残留呢，建议可以用右边的夹子来夹取，这样就不会用手指头伤害到根系。那也要用纸巾的部分呢，来对叶子中间还有茎干上面的部分呢稍微擦拭一下，这样子能减少它有这个溃烂的可能性。为了避免水管阻塞呢，如果你能够再多一个承接水苔的这个器具的话是最好。那当然咯，根系弄完之后，你要斟酌喷双氧水或是酒精也都 OK 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颗的话，这个是盆子软盆已经取下来的样子。那这个是这一颗第二颗它之前开过花的一个样子。第二颗的水苔呢，其实你看到也是有很多这种小小屑屑呢粘在我手指上，然后我用手指头去搓它也是一样哦。这个介质呢是已经非常老了，已经真的就是需要替换了，所以我很高兴我换的时间点呢还蛮好的，否则的话呢应该就太晚了。好，那经过处理之后呢，其实我会把它平放一段时间，然后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清理。那这个平放呢，其实在天花板上面呢，我是有开电风扇的，那也就是多一个能够让它们有干燥的机会，就是根系稍微就是通风一下，然后叶子上面的水分、植株上面的水分尽量就是能够吹一吹。那这次要用的杯子呢，2颗我都是用杯底有洞的然后也会用蓝色的外杯来做内外杯的交叠的这样的方式。蓝色外杯主要是阻隔阳光啦，但是呢也是能够作为盛水的工具。
那这边呢，这一颗第一颗兰花我们就是已经种好了。那我一样是用内外杯交叠，然后再放进去蓝色的外杯，所以这颗兰花是用了3个杯子。其实中间第2个杯子可以不用，你可以用蓝色的外杯跟里面的内杯交叠就行了。那我因为还有多余的杯子，我就是把它内外杯交叠，再加上蓝色的杯子。那这个呢，就是这2颗兰花它们经过换盆之后的一个样子。花梗的部分呢，我还可以再剪得更短一点，之前留稍微长一点是因为它们种在水苔里面好抓取。那我既然种到这个介质呢，我就不会再用它们花梗来抓取，因为其实你一抓也有可能会就是整株抓出来，因为它这个介质可能会比较松哦。那这边呢，就是有多余的介质呢，因为也洗干净了，我就是把它们放在兰花的最下层。那它们在蒸发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增加环境上面的湿度。那这边的这个影片片段呢，就是给你看一下它当时换好盆之后呢，过了又1天它们的一个状况。这2颗换盆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通常我换完盆之后，我会1个礼拜不浇水。那这个新的质料呢，新的介质呢，也是干燥的。那这边看到的是湿的，因为我当时没有已经洗干净干的质料能够用，所以我是重新再准备，重新洗了这些介质，所以它是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增加你的环境上的通风哦，还有比如说你打开电扇啊，或者是打开窗户，让它赶快进行对流，然后这个是要持续的，这样就能够赶快缩减它的这个干湿循环，这样子做也是 OK。那我这样子的湿的介质，然后种进去，这是不得已，否则我一般来说我是会用干净介质，1周不浇水，让它停留，让它呢就是适应杯子的环境。那也刚好用这礼拜干的时间呢，来让有一些可能在过程中啊受到伤害的根系，比如说不小心弄断的根系啊，它的伤口的部分能够结痂干燥哦。那我图片中啊在摸这些它的既有跟那个花梗老花梗，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会到时候把它们剪短，因为现在呢我不会再用拉花梗的方式把兰花取出来了，所以花梗可以剪掉，不用留这么长。那以这样子的换盆的经过呢，跟它的容器大小等等的，我相信这2颗兰花呢，在不久的将来呢，应该开始就会开根。那有后续的这个更新呢，我会再做影片跟大家做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